Hello，这回呢跟大家讲一讲美国银行信用卡的一些类别啊，给大家选卡，告诉一下大家啊。那这边的话，你点开来之后呢，这边有几个类别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啊，6个类别。其实呢，你只要看前面几个类别就行了，其实就40个类别啊。我感觉美国银行的信用卡吧，种类不算很多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第一个类别的话是现金返还类别的。现金返还类别的话，就最出名的这张卡片就是 One Two 手里就是123的卡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默认消费啊都是有返现的，但是在美国啊，只能说在美国，为什么呢？如果说你出国消费的话，也可能也会有返现，但是呢，你就算有返现之后，他会收一个3%的这个 FTF，就是外国交易费啊，那你岂不是亏了吗？就算你3%的话，也是0%啊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如果说你人常在美国的话，可以选择这张卡片啊。3%返现的话，其实你可以选择这个类目的，就是如果说你经常去超市啊，不加油，你没有车的话，你可以选择这个超市类目啊。一般来说，默认的话3%啊，大家都选择这个去加油、旅行类消费。你看这个类别啊，那还有的话就是这个2%，2%的话，它是在这种超市啊，或山姆超市，或者说这种 Costco 啊，去买东西那种去可以2%的返现，因为它这种山姆啊跟 Costco 的话，跟银行之间肯定是有这种优惠费率的，所以说你刷卡的时候呢，这些超市给银行的这个费率啊，其实也比较低，所以说只2%。那还有个前置条件的话，只能算你前面的$2500的消费啊，这样的话最高只能获得多少呢？只能获得50块吧啊，$50奖励。那剩下的话就是其他类目的消费啊，就是说算这个1%的返现啊。那这个卡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200的 offer 啊。200 offer 的话，这边没有写出要刷多少钱啊，这个没有年费啊。默认我认为的话，就是你3个月内刷$1000，应该是这个200 offer。那这边有一条啊，就是下面写明啊，这个 offer 呢，只能说你在这个网页上申请啊。如果说你访问这个线下的银行或者说打电话啊，你这个 offer 就没有了。其实我经过我测试，包括我朋友测试呢，你去银行线下办理跟打电话办理的话，还是有这个 offer 的，$200还是到手的。好，第二种的话比较简单啊，就1.5%无限返现啊，它不算类目了，你任何消费都1.5%返现，它也有200 offer 啊，它这个没有年费，但是它这个也是有外国交易费，所以说这张卡片呢，如果说你去出国旅行的话，不太适合啊。好，第三张卡片啊，这张卡片呢，前几天我在个抖音博主下面看到一个人评论啊，他把这张卡片发上来啊，其实这张卡片的话，人家下面很多人以为他这卡片很牛逼啊。其实这张卡片很一般啊，其实我一个朋友我也让他申请了，因为他的年费很低嘛，只要$95啊一年费。这个卡片它是有个好处就是没有外国交易费，$95的年费你说也不是很贵啊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张卡片的话有个 offer 非常好啊，是$600的 offer。这个卡片的话需要你什么呢？需要你在3个月内刷满$4000啊。那么我朋友刷了，然后拿到了，他说好爽啊，他说这个钱。那这个卡片呢，我如果刷卡的时候有没有积分呢？啊，有的啊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它的积分啊是分类的。如果说你是旅行类或者说吃饭的话，是你消费$1 2%的返现率，因为2个 points 的话，其实这一个 points 相当于是1个美分，明白吧？其实1:1的积分，一个积分就等于一分的美元啊，等于说相当于2%的返现率嘛。那如果说你其他消费的话，那就是1.5%的消费这个返现啊，其实也是不错的啊。好，这张卡片呢，着重讲一下吧啊，这$600呢是个 offer 啊，是给你的钱。然后呢，它下面还有一些增值服务啊，比如说这个$200的这个报销积分啊。那如果说你啊座位升舱了、行李费啊、机上服务，比如说你在飞机上购买这个 WiFi 服务，你可以获得这个报销。那还有的话就是这个$100是给你这个 TSA 用的啊。TSA 的话，其实一般适合这种美国公民或者美国绿卡的人，因为在美国检查的话，它要拖鞋制，它 TSA 的话就可以过一个快速安检。还有一个叫 Global Entry 啊，这个的话其实也，如果说中国公民没有绿卡的话，你是申请不了这些东西的，不符合这个资格的。下面这个一条啊，就是获得更多奖励啊。其实这个奖励呢，刚才我没讲啊，其实任何卡片在 BOA 的话都是有这个优先的奖励这个俱乐部的啊，相当于什么呢？就是你在 BOA 如果存钱存的多的话，它的返现率会高的。但是如果说你那些卡片很平常的话，我觉得没必要去搞这东西了。如果说你的卡片如果说非常高级的卡片本身自带属性就3%返现的，那你再去叠加的话，那就很爽了。好，下面的话这边还有说明啊，就是90天内刷这个$4000。像我朋友的话，就买了2趟来回中国的机票嘛，啊，就立马就完成了。好，这边还有个计算器啊，比如说这边不是有分类的嘛？
你所有其他购买的话是1.5%返现嘛？那如果说我就假设都在旅行类餐饮上的花费好了，我如果说花100块去吃个自助餐，然后我可以正常获得2%的返现，是吧？那如果说我这个存钱的话啊，它存钱是分级别的，黄金级、白金级或者更高级别。那如果说更高级别的话啊，可以获得3.5奖励，就是说吃100块的这个自助餐，我可以获得3.5块的返现。那么点进来之后，这个优先计划啊。优先奖励计划的话，它是这样的，它其实它还有个美林证券，如果说你在 BOA 的资产或者美林证券资产都算进去，最佳级别的话就是这个超过10万美元啊，10万美元日均存款，日均的这个资产，那你就可以获得这个级别。其实如果说100万美元的话，其实这个级别也是顶级的最高了，你在这个信用卡这个给你加成的话，加属性的话是下不上去了。你就看这个啊，就白金荣誉级和更高级别就是这个了。3.5%。好，我们接着回来看啊，这张卡呢是我朋友办的啊。我刚才说了，我在评论区看到那个人在出这张卡啊。其实你看下面这张卡吧，这张卡是不是跟上面张卡是不是很像？有什么区别呢？你看这个是有 Visa 标志的，下面这张卡是没有 Visa 标志的，而且这芯片是不太一样的。还有一点的话，下面这张卡片的话是全黑的，上面这张卡片的话，你看是有条纹的，是有美国这个条纹的，是吧？所以说。下面这张卡片更高级别一点，怎么个更高级别呢？首先来说的话，它也没有外国交易费的啊 ，FTF 是没有的，但年费很高，550美元。我让我朋友办这张卡片，他不愿意办啊，他觉得年费太高了。然后呢，他这个offer 的话，它是提供750啊，就比上面这个600高一点啊，但是的年费是高很多了，所以说很多人还是选择上面的卡片。如果说你消费多的话，我觉得还是选择下面的卡片比较好。好，有什么区别呢？那750美元就不说了啊，你还可以获得高达550美元的航空公司意外险啊。后面 TSA Global Entry 的话，这个不用说了。比如说这个旅行类吧，就是刚才那张卡片90多年费的卡片，它是没有航空公司休息室的啊。这张卡片的话是可以航空休息室的，这就是很重要区别。下面的话还有这种食品配送啊、流媒体服务啊，150美元，生活便利，对吧？那这个 Global Entry 的话 ，TSA 的话是100美元。所以说它就很多奖励嘛，加起来的话是550美元。还有一点啊，就是节省机票、旅行和生活方式津贴，就像我朋友一样啊，他跟他妈妈2个人来中国跟美国的往返机票啊。然后呢，我说你办这张卡片的话，你就可以带你妈妈去这个休息室了，你可以无限次使用机场贵宾室，因为 PP 卡嘛啊，这个 PP 卡的话，你就基本上全球都通用。我发现龙腾的话，以前是在洛杉矶是可以用的，现在洛杉矶是不能用龙腾了。而且龙腾在美国的这些合作机场啊，都很远，都很小城市。我现在也想搞张 PP 卡。好，我们看返现啊，返现其实一样的，跟那个卡片也是一样的。就是如果说旅行类的话，是默认就是属性是2%啊。如果说是其他消费的话，1.5%。那么你如果说加成的话，这边也是3.5%。啊，3.5%已经很高了，就是你消费100美元的话，3.5块返现啊。其实银行从那个商家那边都可能没有获得3%的返现，因为中间卡组织还要分成，对吧？有些那种沃尔玛的话，它本身有优惠利率的，你可能刷卡刷100美元，银行那边可能2块都没收到。但是为什么给你这么多呢？主要是因为你这资产10万美元放在那边的话，他从这10万美元里面能赚到钱，银行是不会亏的。好，接下来讲旅行类目的啊，其实有些类目是重叠的啊，就是卡片重叠，它可能既可以算 cashback， 也可以算 travel 啊。那这张卡片的话，就是我申请的这张卡片。这张卡片呢，其实很简单啊，就是3个月内刷1000美元就够了，就能获得250美元的返现，是吧？也挺高的。这个返现呢是积分的返现啊，不是说这个直接钱。因为什么呢？在美国啊，其实它如果直接返现的话，其实很多时候会，有些时候可能还会让你报税。因为给你钱嘛，你获得收入嘛，但是通过积分的方式给你的话，你这个是不算钱啊，国税局没法弄啊，是吧？那这个的积分的话，你既可以换成钱打到你的支票账户上，但是由此产生的收入可能要报税表。但是还有个办法，非常好的办法，就避免了这个税的问题，就他用积分形式，然后你就积分兑换你的旅行类消费，这样的方式就是抵扣账单嘛，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这个从中收税了嘛。那这张卡片的话，任何消费1.5%返现。比如说我这张卡片我已经绑定了支付宝啊，我在支付宝上我买东西啊，然后我就1.5%返现。然后这张卡片呢，有个不好的地方就积分啊，这积分它是如果说你兑换成抵扣账单，兑换你的旅行类消费，
那是可以按照1:1去兑换的，就100积分就相当于1块美元，1万积分相当于100美元。如果说你要换成现金或者说抵扣别账单的话，对不起，那比例没这么高，会打折。可能100美元1万积分的话，你可能兑换现金的话，直接换现金的话，只能换个75或者说50块钱。所以说呢，最佳方式还是换这个抵扣账单的旅行消费。那么这张卡片的话，我自己刷了1个多月了啊，我这样刷下来之后，我发现其实我在支付宝绑定之后呢，我帮我朋友在携程上订酒店啊，或者订火车票，或者飞猪上订火车票，我发现了个规律，就是不是说你每次订火车票12306，或者说飞猪上、携程上，你都可能把你的消费列为这个旅行类类别，所以说这也是很头疼的地方啊。我比如说我订那个酒店订3回，同一个酒店订3回，我每次都是用支付宝付款，都在携程上付的，结果3次里面只有1次被算成了旅行类消费，这也是很坑的地方。但是如果说地铁站去买卡啊，公交车那是没问题的啊，在上海那边如果坐轮船也没问题的，也是算旅行消费。那还有如果说你在中国，如果说你绑定支付宝之后呢，在中国扫码支付这个支付宝去吃饭结账的时候呢，其实也不会算成旅行消费啊，真的很少。除非说你直接刷卡，那可能还有可能。那这种刷卡的话，基本上你要去这种星巴克、肯德基、麦当劳这种地方，国际连锁地方，这种类别还是算得上是吗？一般来说，如果支付宝去绑定消费的话，大家还留个心吧，不一定能算旅行消费。好，下面的话还有一些卡片啊，是联名卡啊。如果说你人长期不在美国的话，长期不飞行的话，我觉得这种卡都没有太大必要啊。比如这个是阿拉斯加航空啊，这个有 limit offer 啊，这个 offer 还是很高的啊，有6万积分了，相当于600美元了，对吧？如果说你经常飞的话，可以，而且本身阿拉斯加航空的话，这个也不算很贵啊，所以说机票，还有这个也是啊，这个是 Spirit 精神航空的啊，下面这个也是啊，这个 Always 啊，也是的啊，这个是叫什么联一个航空公司，那下面还有这个法航啊，荷兰航空。还有这个加勒比海，这个皇家加勒比海的邮轮啊，下面还有啊维京的邮轮啊，这个也是。那这些东西吧，我觉得如果说你不是经常在消费的话，经常玩的话，我觉得没必要办啊。还有啊，最后说一张卡片是最垃圾的卡片啊，这张卡片呢也是我的第1张美国银行的信用卡。那这张卡片的话，当时办的时候呢，为什么办呢？那因为没有卡片给我办啊，我没有信用分啊，我不得不累积信用分嘛。所以他给我办张卡片，这张卡片没有任何奖励，没有任何的返现，除非是你在 APP 里面打开来点那个 Deal 下面 Deal 那个返现是可以的，但是那些返现的话，说白了相当于是走了返利网啊。其实很多时候你要通过他的链接去购买消费，然后他把钱返现到给这个 BOA 再把钱返现给你，是这样的流程，明白吧？其实这样的流程其实也蛮好的，为什么呢？避免了这个人啊被盗刷，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好一点啊。还有的话，就这卡片是没什么用的，但是这卡片我没有注销，但是累积信用分还是可以的啊。至于为什么不注销呢？是因为本身办张卡也不容易，你在美国如果说卡片办了之后注销的话，其实会影响你的信用分的啊。如果说你未来几年的话，我再办别的卡片啊，我可能会把它注销掉。好，总而言之呢，美国这些卡片就这样这个玩法啊，就是要么存钱，要么走旅行类消费啊，就这样玩法啊，其他的话也没什么东西的。